距离 R9000P 发布过去了不到3个月，联想发布了基于英特尔标压 H45处理器的 Y9000P， 我们也是赶在首发之前拿到了这台机器。先说结论 ，Y9000P 和 R9000P 在产品特性上非常接近，就是一台大屏幕的中高端游戏本。性能上，Intel 版表现更好，但同样它的功耗更高，而且价格更贵。那么这台电脑的具体表现怎么样？到底贵的值不值呢？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对比一下吧。先从配置开始说起，拯救者 Y9000P 搭载了 Intel i7-11800H， 而 R9000P 搭载的则是 R7-5800H， 显卡都是 RTX 3060 Laptop， 最大130瓦，内存均为 16GB DDR4 3200兆赫兹。由于英特尔新增了 PCIe 4.0 的支持，所以说 Y9000P 这边搭载了三星的 PM9A1 固态硬盘，读写速度会更快一些。其他纸面参数包括重量和机身尺寸 ，Y9000P 和 R9000P 大体上接近。两台机器都是300瓦的大砖头适配器，分量不小。今年显卡功耗涨了，再加上 2K 屏的功耗增加，想高负载下不掉电，只能增加适配器功率了。希望大功率的氮化镓适配器能够早日普及在笔记本行业吧。Y9000P 的外观和 R9000P 长一个样，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不过这里我得纠正一下，这两台机器的 A 地面是金属材质 ，C 面是磨砂质感的塑料材质，并不是金属。两台机器在接口上有些不同 ，Y9000P 的 Type-C 接口从普通的 USB 3.2 升级到了雷电4，读写速度更快。同样，这两个 C 口都支持视频输出，但只有机身后方的接口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OK， 那么接下来就是 CPU 了。Y9000P 搭载了 Intel H45 的标压处理器，型号是 i7-11800H， 和 R7-5800H 一样，都是8核心16线程。制程方面，英特尔这边首次采用了10纳米工艺，微架构升级到了最新的 Velo Cove。AMD 则是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 Zen 3架构。再来看一下频率 ，R7-5800H 的标称单核频率比 i7-11800H 低，但是标称全核频率更高。其他这两款 CPU 的详细参数我仅后期列在表格中，各位可以参考。这两颗 CPU 在限制功耗的情况下做对比，我们在这一期视频里已经做过了。当时的结论是在同样60瓦的功耗下 ，AMD 的能耗比更有优势，而拯救者的散热调教一向比较激进。那么在功耗都给足的情况下，谁的表现更好呢？我们直接来看结果。在 Cinebench R20 的循环中 ，Y9000P 在前3轮都跑到了5400分附近，第4轮开始下滑到了5180分和5250分的区间内。同样，我们加入了 R9000P 的成绩作为比较，可以看到前3轮 Intel 这边很猛啊，领先了400分，到后面呢就滑落下来了，只能高出150分的样子。分数的确是高了，但是功耗呢也高了。前3轮真男人时间里 ，Y9000P 一直维持在95瓦左右，此时全核睿频跑满了 4.2G 赫兹，后面几轮则是先跑到95瓦，随后下降到80瓦，频率呢也从 4.2G 赫兹回落到了 3.9到 4.0G 赫兹。而 AMD 这边全程功耗都只在75瓦左右，频率则是稳稳的 3.95G 赫兹。虽然最高频率不及 i7-11800H， 但是 R7-5800H 的温度更低。R9000P 在循环时温度只有85度左右，没有超过90度，而 Y9000P 最高来到了92度，在85瓦的状态下才能降低到85度。简单来说，在 CPU 功耗给够的情况下 ，i7-11800H 的频率比 R7-5800H 更高，而 580H 受限于 TDC 电流强，频率最高只能跑到 3.95G 赫兹。对比之下 ，i7-11800H 能够跑满全核睿频，因此两者的循环成绩有差异。但由于频率高，核心温度同样也上升了。Y9000P 在火力全开时会比 R9000P 更热。不过对比温度图，我们发现 Zen 3的积热问题依旧存在，温度一直就没下过80度，而 Intel 这边就明显要好得多。那除了 CPU 的物理性能，两家的内存也有不小的变化。虽然从规格上看都是相同的，频率都是 DDR4 3200兆赫兹双面颗粒，但是 Y9000P 的内存读写速度更快，延迟表现会略优于 R9000P， 只是这个表现比10代酷睿倒退了不少。11代酷睿除了采用内存分屏机制以外，英特尔还加入了另一个内存控制器的调节机制，名叫 System Agent Geyserville 反正简称 SAGV。那以下内容会比较枯燥，如果你想直接看游戏对比，请跳转到这个位置。SAGV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功能，在英特尔11代 DRU 以及 H35 系列标压 U 上，英特尔就已经用上了这项内存动态调节技术了。这项技术的最大目的就是节能加提高兼容性。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分屏，也就是 Gear 1、Gear 2模式。在 Gear 2模式下，内存控制器频率和内存频率会以1/2比1运行，目的就是为了减小 IMC 的压力，实现更高的运行频率。但如果在低负载下，特别是在文字办公的时候，内存根本不需要跑到3200兆赫兹，一直高频率反而白白耗电。那这该怎么办呢？
所以让内存也像 CPU 一样，在不需要那么高性能的时候降低频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 SAGV 的机制定义了4个工作点 ，W0 和 W1 相同，都是2133 Gear 2，对应的是低带宽，而 W2 对应的是高带宽的模式。这个时候内存可以运行在3200兆赫兹 Gear 2模式，也就是分频的状态。W3 对应的则是高性能模式，这个模式内存运行在 Gear 1，即不分频，但是内存频率只能运行在2666兆赫兹。这套内存动态模式的判断机制是黑盒，完全是由 CPU 目前的状态来自己切换的，由此可能会在使用中碰到性能忽高忽低的问题。比如说运行内存测试时，延迟项目跑了好几次，成绩都不一样。因此在这个模式下，虽然理论上更节能了，但是优化还没有做到完美，机器的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SAGV、Gear 1不分频、Gear 2分频这3种内存的模式构成了11代移动端酷睿的全部内存选项，非常复杂，听起来就让人头大。而且呢，在不同模式下的测试成绩会有一定的差别，后续在视频的测试条件里我们会标注，方便各位参考。另外，目前版本的 Y9000P 暂时不能切换 SAGV 和普通分频模式，为此我也咨询过联想的官方人员，他们表示后续会通过更新 BIOS 来开放这一选项。那么接下来就是各位期待的游戏测试了。130瓦的 RTX 3060我们跑过很多次了， 2K 分辨率特效全开玩 3A 大作，显卡性能会有明显的瓶颈。为了更好的体现两台机器的性能差异，我们均在 1080P 分辨率下进行比对。先来看网游方面， DOTA 2跑到了209帧， CSGO 跑到了空前的566帧。本来 R9000P 的帧数就已经很高了，没想到 Y9000P 能更高。再来看单机部分，在我们测试的7个单机游戏中，有其中5个 Y9000P 的帧数更高，而地铁逃离和古墓丽影 R9000P 的表现更好。看完了默认设定下的成绩，我们也来尝试做进一步的探究，把内存模式调整到3200 Gear 1，再来测试一遍。结果和预料的差不多，单机游戏成绩 SAGV 和3200 Gear 1基本上没差别，而高帧率的网游在3200 Gear 1的设定下，帧数还能再提高一些。看完了游戏，我们再对比一下生产力场景。Adobe 测试 PS、AE、PR 这3项 Y9000P 的成绩均要比 R9000P 高一点，主要是因为 i7-11800H 的单核频率更高，而且呢，核显加速在 PR 测试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接下去是工业测试软件 SpecView， 这项测试更加偏重显卡性能。Y9000P 在大部分的测试项目中也会小优于 R9000P。就算是完全看多核性能的 V-Ray 测试 ，Y9000P 也会因为频率能够跑得更高，分数比 R9000P 更高。简单总结一下，在游戏和生产力环节 ，Y9000P 的表现大部分比 R9000P 更好，但这里需要注意2点。第一 ，i7-11800H 想要性能完全发挥，功耗必须给够，不能单凭 Y9000P 性能强就直接把结论套在英特尔性能强上。第二，再次提醒各位，这2台机器的首发售价有1000元左右的价格差，因为 Y9000P 还没有正式开卖，所以说差价暂时看上去不大。今后是否要花更多的钱买 Y9000P， 选购时你得考虑清楚。下面进入拆解环节，这台机器的拆机并不难，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即可取下后盖。注意，两边出风口是塑料材质，没你想象中那么结实，千万不要大力出奇迹啊！最下方是80瓦时的电池 ，PC 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时间为5小时32分钟，这个成绩比 R9000P 的7小时3分钟小了1个半小时。屏蔽罩下面是2根8GB 内存，规格为 DDR4 3200兆赫兹，双面颗粒。SAGV 模式和3200 Gear 1模式下，我们都进行了跑分，具体成绩看图。固态硬盘是新面孔，三星 PM9A1， 推测是三星980系列的 OEM 版 ，PCIe 4.0乘4速率 ，NVMe 协议，实测读取速度在6700兆每秒左右，写入速度在4800兆每秒左右 ，HD Turn 写入大约在95G 左右出缓，环外读写在750兆每秒左右。这块硬盘的环内读写速度非常快，几乎是 PCIe 3.0 硬盘的2倍。那如果出缓，跟普通的 PCIe 3.0固态就差不多了。不过对于多数用户而言，这点速度提升感知可能并不明显。目前绝大部分应用都不需要那么快的硬盘速度。最上方是散热模组 ，Y9000P 采用了5热管双风扇的设计，其中1根热管藏在背面，用于 RTX 3060显存的导热，其他元件均有铜片覆盖。整机包括内存屏蔽罩和2个固态硬盘的散热片都做了黑化处理。下面我们来看这台机器的散热表现，在25度室温的环境下，单烤 FPU， 默认开启 AVX 512时 ，i7-11800H 运行在80瓦，温度89度，频率 3.7G 赫兹。如果关闭 AVX 512，功耗会提升到82瓦，温度上升2度，频率提升到 4.0G 赫兹。
单靠显卡 ，RTX 3060触发了动态功耗增强，运行在125瓦左右，温度79.6度，频率1950兆赫兹。双烤关闭 AVX 512的情况下 ，CPU 能跑到50瓦，频率3.0G 赫兹，温度85度；显卡116瓦，温度82.8度，频率1852兆赫兹。表面温度部分，键帽最高温度出现在 F9 键，温度45.7度 ，Enter 键附近同样也比较热，45.1度。核心区域热源面积不小 ，WASD 键在36.5度左右，触控板没有热感。对比 R9000P 的表面温度，可以看到 Y9000P 的键盘温度会更热。人为噪音表现，两者不相上下。Y9000P 的满载人为噪音为52.5分贝，比 R9000P 高了1分贝。实际使用中，两者的体感噪音类似，能感受到噪音，但不会特别吵。最后一个环节是屏幕，为什么把屏幕放在最后说呢？因为这台 Y9000P 和我们上次测的 R9000P 用的面板规格是相同的都是2560×1600分辨率，16:10比例，165赫兹刷新率。但面板厂家不一样，R9000P 的面板来自华星光电，而这台 Y9000P 的面板来自京东方，型号是 N1160QDM-NY1，和我们上一期雷神 Zero 倒是同一块面板，有点意思。注意这个搭配并不是固定的，屏幕面板选用料件是随机的，这一点和内存、显存、硬盘都是一套逻辑，规格上基本大差不差，不用太纠结。这款面板的实测色域容积为104.7%的 sRGB， 色域覆盖为97.5%的 sRGB， 中心的最大亮度为548尼特，亮度是除了分辨率以外感知最强烈的地方之一。色准方面，这台机器自带出厂校色，默认不校色的情况下，平均delta E为 1.56， 最大delta E为 3.63。而如果加载了校色文件之后，平均delta E为 0.87， 最大为 3.76， 表现是不错的。在响应时间方面，黑白响应时间为 8.8 毫秒，灰阶响应时间是12毫秒。这台机器同样也有 Overdrive 屏幕加压的功能，俗称就是屏幕快显。开启之后，灰阶响应时间会加快到 7.6 毫秒，但会伴随着 8% 的信号过充，这就意味着显示快速画面时会伴随着鬼影。屏幕全局为 DC 调光，没有频闪问题。好了，在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相信各位对这两台机器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按照惯例，我们这里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先说优点。第一，屏幕素质很高 ，2.5K 加165赫兹加16:10加500尼特加 G-Sync。可能是供应链管理强大的原因，联想游戏本的屏幕一直是同价位里的第一梯队。第二，散热表现不错，性能释放比较激进。和 R9000P 一样 ，Y9000P 依旧保证了优秀的性能释放水平，这也都快成为联想旗下的标配优点了。第三，支持100瓦 PD 充电，且充电速度很快。游戏本毕竟是笔记本如果突然需要外出使用，那高功率的 PD 充电能帮上忙。聊完了优点，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第一，首发价比 R9000P 贵了1000元，差价较高。Y9000P 和 R9000P 这两台电脑最大的区别就是 CPU， 但是 R9000P 首发7999元 ，Y9000P 首发8999元。英特尔处理器确实高贵，但也不至于加价4位数吧。第二，高负载下表面温度有提升。之前说了，要保证 i7-1180H 的性能水平，那功耗就必须够高，所以说在同样的散热条件下 ，Y9000P 的键盘会更热。第三，适配器体积较大，不便携。这台电脑的前后端实测厚度为22.4到26.7毫米，其实并不厚但是呢，它的裸机重量却达到了2.54千克，再加上300瓦的后端适配器要整整1000克。虽然功能绰绰有余，玩游戏时不需要从电池取电，但是旅行重量超过了同类的产品。好了，优缺点也说完了，我们就回到视频最初的问题上来。这个 R9000P 和 Y9000P 到底该如何选择呢？首先要明确一点，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抢首发永远是最赚的。虽然 Y 首发比 R 高了1000元，但 R 早就度过首发阶段了，而 Y 还没开卖呢，所以说在目前的价格差里，选 Y9000P 还是可以的。其次 ，Y9000P 到底贵多少合适呢？1000块钱肯定是太夸张了。根据我们的性能实测，按照这个提升幅度，如果说贵个300-500，那还是可以接受的。超过500就没有意思了。AMD 版的性价比更高。最后 ，Y9000P 买哪个更好？这台电脑目前有3050 Ti、3060和3070 3个版本。综合显卡性能和屏幕分辨率以及价差的关系，我们认为 Y9000P 的3070版首发是最值得选购的。高配版的首发价和 R9000P 差500元，且性能足够玩 2K 游戏，可以说是万元以内非常有竞争力的游戏本了。联想今年的产品非常强势看得出是在用一款模具修改出很多个产品方案，再配合强大的供应链管控，一下子推出一大堆型号，用机海战术淹没竞争对手。比如说今年的 Y9000P， 它的总体设计思路和 Y7000、Y7000P、R7000、R9000P 是差不多的。你看看这都多少型号了？再比如轻薄本里的小新 Pro 14，有独显版、核显酷睿版、标压锐龙版，
还有同模具的 Yoga 14S 也有核显版、独显版、标压锐龙版，最近还出了一个绿色版，来来回回10几个型号，谁遭得住啊？所以今年的笔记本行业是非常血腥的。友商在联想的机海战术下该怎么生存呢？联想又该如何维持这么庞大的产品线，保证不缺货耍猴呢？我替所有人都捏一把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长按点赞，一键3连支持我们。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可以关注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里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